原來翠屏可能有更多嘅方法，由月入1萬變25000蚊，儲蓄保險未必一定蝕底，應該點樣配置保險更為合理？投資嘅回報次序竟然會影響退休，係啲乜嘢意思呢？大家好，歡迎收睇 N TV， 我係不了。2年幾前財自早退，呢一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今集嘅主題係改善退休理財規劃。上一集反應超級熱烈，破晒 N TV 多項嘅紀錄，2日超過20萬嘅收看次數，實在要感謝各位嘅支持同埋大力分享。今集將會繼續分段節錄鏗鏘集退休有法嘅部分內容，穿插點評一啲一般人嘅投資理財誤區，同埋分享一啲退休理財嘅知識同埋心態。今集嘅內容比上一集更加豐富，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啊！我哋而家開始啊！免責聲明，本片只係學術分享，並唔係任何嘅投資建議。上一集講到翠屏嘅故事，佢靠長期嘅慳儉同埋儲蓄，累積到一筆嘅退休金，唔靠政府，自製長糧同埋做兼職，每個月大約有1萬蚊嘅收入。不了點評1，翠屏更多嘅退休方案選項。睇完呢一集嘅鏗鏘集，不了係衷心佩服翠屏嘅。而作為學術分享，我會盡量提供更多嘅可能性同埋方法俾翠屏同埋大家參考。大家可以根據自身嘅情況多思考，睇下有冇更好嘅選擇，改善自己退休嘅財務狀況。1、長者生活津貼。有一啲長者以為自己買咗私樓或者有一定嘅資產，就唔能夠申請長者生活津貼，但係按翠屏嘅情況，其實係可以考慮申請嘅。我哋一齊嚟睇下。長者生活津貼2024年每月嘅總入息限額係10710蚊，根據翠屏每月1萬蚊嘅收入符合要求。至於資產部分，2024年單身人士嘅限額係401000蚊。假設翠屏只有自住物業，佢銀債嘅部分亦只有幾萬蚊。由於長者生活津貼嘅資產限額有以下嘅豁免：自住物業、將來自用嘅骨灰龕同埋保險計劃嘅現金價值都唔包括在內，所以佢嘅自住物業同埋買咗嘅100萬政府年金都係豁免嘅。假如佢手上供咗54萬嘅產品唔係真正嘅定期存款，而係儲蓄保險或者市場上嘅年金嘅話，咁樣呢一筆嘅錢就應該屬於係投保保費金額，係能夠豁免計算資產嘅。所以如果佢冇其他嘅資產嘅話，佢亦都應該符合401000嘅資產限額。如果成功申請長者生活津貼，2024年每個月嘅津貼係4195蚊。2、安老按揭。由於長者生活津貼入息限額其中一條係喺安老按揭計劃同埋保單認按計劃下，每個月所獲得嘅款項則不包括在內。意思即係，如果翠屏做咗安老按揭，亦都唔影響佢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翠屏嘅自住物業同妹妹同住，佢無兒無女，未必需要考慮傳承嘅計劃。如果有需要，可以申請安老按揭。假設佢現年67歲，而妹妹65歲。假設物業符合申請要求，而價值500萬，用聯名申請，2個人能夠住到8年歸老，同時能夠得到安老按揭終身嘅每月年金11550蚊。我哋嚟計一計，翠屏用咗呢啲工具之後嘅總收入，原本嘅收入加上呢2種工具嘅被動收入，佢每個月嘅收入就能夠達到1萬蚊加4195蚊，再加11550蚊，即係25745蚊。即使佢唔做兼職工作，每個月嘅被動收入亦都有23000蚊左右。喺當中每個月攞少少錢，例如3000蚊或者以下，買啲冇儲蓄成分嘅醫療、意外保險等等，咁樣就能夠減低患病同埋意外突發嘅開支，令到退休計劃更加安穩同埋安心。提一提，以上並唔係任何嘅廣告，不了冇收到任何嘅廣告費，只係從整體嘅退休理財規劃考慮。而現時翠屏嘅低物欲生活開支水平，應該亦都足夠應付未來30年嘅通脹，所以學會點樣理財同埋運用合適嘅退休工具，就能夠令到你嘅退休生活過得更好。我哋繼續2023年鏗鏘集退休有法1集嘅一啲內容。第一段係退休人士張江婷嘅理財故事，大約1分45秒。佢以往從事銀行業幾十年，但因為年輕時曾經試過投資失利，到而家準備退休，投資理財都唔敢太進取。當時都仲係年青，即係信一樣嘢啦，即係輸咗揾得翻。咁其實呢樣嘢咧，好似啱。但係而家我60零歲睇咧，覺得係唔啱，唔好咁衝動，唔好覺得自己可以無風險咧就係無風險咯。
即係輸過啦，叫做燒過手指咧會怕痛啦。咁到後期我自己咧，即係啲投資都比較保守嘅。即係1/4就係作為保險咁樣。儲蓄咁如果淨係保險，我諗大概10% 度啦。係啦，因為有啲我儲喺定期啦，儲喺以前有買啲債券啦。佢話自己以前花時間研究有儲蓄成分嘅保險產品，曾經同時供6份保險，因為相信保險經過長時間滾存後，可以為保單帶嚟回報，將來退休可以有個保障。26歲我就買第一份保單㗎啦。咁到而家其實已經累積有一個嘅儲蓄喺度。保險咧我就冇去攞住，因為佢咧越擺得耐咧，嗰個價值會越高嘅。咁調翻轉咧，我就有少少嘅定期啦。咁我通常咧就會有一啲係半年啦，有啲3個月。咁每個月嗰啲咧即係我會有一個即係備用喺處，到4年後有一個嘅強積金啦，咁有一個樓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都唔係話要過咩大富大貴生活，但係即係茶飯就唔需要太擔心。不了點評2，唔好亂冒風險。張江庭話唔好自持可以冒風險就去冒風險。不了響第69集入邊提到，趁年輕能夠承受風險，就盡量進取一啲。但係切記，可以承受風險，並唔等於可以亂咁承受風險。實行之前，一定要先好好學習。第69集好值得18歲到65歲嘅在職人士收睇，推薦大家睇完呢一條片之後去睇。張江庭話，後來我嘅投資態度都比較保守，就正正係上一集嘅第5個點評，了解自己嘅能力圈，佢正正係體現咗呢一點。不了點評3，投資先求知。張江庭話，自己以前用咗好多嘅時間研究有儲蓄成分嘅保險產品，呢一種態度十分值得大家學習。投資先求知，無論任何嘅投資，一定要花時間了解同埋研究，了解產品嘅風險同埋回報係咪一項好嘅投資，同埋適合自己先至去做。不了點評4，儲蓄保險係咪一定就唔好呢？張江庭話，曾經同時供6份嘅保險，因為相信保險經過長時間嘅滾存之後，可以為保單帶嚟回報。又話自己26歲就買第一份保險，仍然仲未拎返，因為存放得越耐，價值會越高。大家可能心裏面有2個問題：第一，係咪廣告嚟㗎？買咗咁多嘅儲蓄保險，傻的嗎？俾機構呃咗都唔知。第二，存放得越耐，價值係咪真係會越高呢？張江庭係咪蝕咗大底呢？其實未必，因為大家嘅時代背景唔同。上一集不了話翠萍買嘅疑似儲蓄保險或者年金蝕咗大底，原因係佢喺低息環境嘅時候購買，長期嘅回報低於1厘。咁張江庭呢？不了喺網上面睇下張江庭嘅背景，佢非常厲害，曾任資產管理公司嘅董事總經理，同埋大型投資銀行嘅高級管理層。不了計一計，26歲，即係佢大約喺1988年左右買第一份嘅保險。不了翻查資料，當年利率高企，10萬樓下嘅1年定期存款亦都有7厘利息，大額就應該更高啦。另外，有啲銀行或者保險公司會有較好條款嘅產品俾內部員工認購，而張江庭任職投行高管，我相信佢一定有唔錯嘅財務知識，而且佢自己又有深入嘅研究。不了相信嗰一啲嘅儲蓄保險嘅長期平均回報應該都好唔錯，比如7厘、8厘甚至10厘，我唔肯定，但係應該唔會只有2-3厘啩。如果能夠以長期儲蓄保險鎖定長期高平均回報率，以7厘計，10年嘅資金就能夠倍翻。對比今日定期存款4厘左右，張江庭所講，放得越耐，價值會越高。對於佢呢一張保單嚟講係啱嘅。如果係呢一種情況，咁樣繼續存放係明智嘅。但係對於其他已經供滿但係回報低嘅儲蓄保險呢，例如每年回報只有2厘，而依家長期美國國債有4到5厘，咁樣對於呢一張保單，呢句說話就唔係咁啱用啦。因為存放得越耐，相對價值就會越低。不如將呢一筆保險金攞出嚟做其他嘅投資，例如美國國債。時移世易，的確今時今日有好多嘅儲蓄保險冇太多嘅投資價值，但係不了唔希望俾大家一個錯誤嘅印象，所有嘅儲蓄保險一定就唔好。有一啲儲蓄保險係好嘅，比如有一啲內部員工認購嘅，所以唔係因為佢係儲蓄保險就認為佢係好定係唔好，而係大家要以特定嗰一份保單嘅內容為準，同其他低風險嘅投資回報
加以比較衡量先至話佢好定唔好。順帶一提，有啲網友睇完上一集就認為所有嘅銀行職員同埋保險 sales 都係騙子，都係壞人。不料唔希望帶俾大家呢一個錯誤嘅印象，因為香港大約有1成人從事銀行同埋保險業，已經係社會嘅一個縮影，當中一定有好人同埋壞人。不料唔相信全部都係壞人，我相信大部分都係好人，而只係有一小撮嘅害群之馬，冇顧及長者嘅利益，令到佢哋買咗一啲未必太適合佢哋嘅產品。我哋唔可以歸納為所有銀行同埋保險職員都係壞人，咁樣係以偏概全嘅謬誤。不料點評5，唔好將資產過分投入保險。張剛庭話1/4係儲蓄，保險就佔10%，其餘響物業同埋定期存款。不料認為佢嘅資產配置係合理嘅，冇將資產過分投入保險。保險嘅主要目的係降低意外嘅事對自己造成嘅巨大財務影響，比如家中有老有亂，自己唔好彩患咗重病或者意外，手停口停。對於年輕人有後顧之憂，需要買保險嘅話，一般嚟講，不料認為購買一啲冇儲蓄成分嘅 term 保險，即係定期保險會較為合適，收費相對平同埋較為靈活，而且又能夠提供足夠嘅保障。將剩低嘅錢攞嚟投資，應該會比長年期嘅儲蓄保險更加好。另外，因為通脹同埋個人儲蓄嘅增加，後生時所買嘅保險嘅保額，響10年或者20年之後睇，好有可能都變得微不足道。以不料為例，響我啱啱做嘢嘅時候，我記得有保險經紀曾經向我推銷一份危疾人壽保險，詳情我都唔係好記得，只係記得大約每個月供1000蚊左右，保額係5萬蚊美金，即係大約40萬港紙。當年我係03年沙士嘅時候畢業，月入8000蚊。如果要供呢一份保險，等於要用我收入嘅1%。而當年淘大花園嘅上車盤都只係70到80萬左右。除咗自己，當時冇任何人要依賴我份收入做生活，所以我冇買到呢一份保險。最後將啲錢儲起嚟，4年之後我儲咗10幾萬，已經相當於當年一層細價樓嘅首期啦。雖然我喺第30集度分享過呢筆儲蓄最後俾好熟嘅朋友呃咗，但係呢一個都係後話啦。到20年之後嘅今日，40萬嘅危疾同埋人壽保額對好多人嚟講應該已經係唔足夠噶啦。而不料將當年相同嘅保費嘅儲蓄攞去投資，賺到嘅錢應該已經多過40萬，足夠俾自己更加好嘅保障。咁應該點樣配置保險先至更加合理呢？不料見到好多人買過量嘅保險，比如我有一位舊同事，當年月入3萬，所有嘅保險加起嚟每個月要供1萬蚊，佔佢嘅收入30%，咁就係太高啦。唔好彩俾人炒咗而冇收入而被逼停供保險，咁就可能損失慘重啦。保險嘅供款最好係少過月入嘅1成，咁財務同埋心理負擔都會細一啲。講到保險，我哋繼續睇下第2段短片，係退休人士張剛庭嘅朋友關於保險嘅分享，大約41秒。計劃退休需要未雨綢繆，但張剛庭同佢好多退休朋友都覺得，最近幾年面對疫情同金融市場嘅波動，都令佢哋大失預算。譬如好似我自己曾經退休嘅時候買過一個5年期嘅保險，咁跟住咧就過幾年之後我又再買一個3年期嘅保險，啱啱就食正今次咧，即係話呢3年啊，咁我哋到期啦，咁我哋攞咗出嚟咧，啲股票又跌晒喎。如果你冇呢一筆咁嘅保險金喺度嘅話咧，咁你可能係好賤價咁賣晒啲保險，然之後先能夠賣晒啲股票先能夠生活。咁你如果唔係真係有個安排嘅話咧，你係真係揦手唔成勢嘅喎，係嘛？不料點評6，退休後要預留足夠嘅生活費。片入邊嘅主角退休之後買咗2份保險，啱啱遇着股市大跌，聽起嚟好似講緊保險嘅好處，或者主角所講嘅好安排，其實都唔係。因為假如嗰3年或者5年嘅保險未供滿，未可以拎錢走嘅話，同樣出現股市下跌嘅情況，咁唔係出現同樣嘅困境咩？咁到時應該賣股票定係斷供保險呢？所以其實重點唔係退休之後買保險，而係應該喺退休之後預留足夠額度嘅生活備用金，例如足夠1到3年嘅生活費或者意外開支，避免將全部嘅資金投放喺投資產品入面，否則市況有任何嘅波動就會影響生活，或者要被逼蝕賣手上嘅投資產品啦。另外，接近退休或者退休之後買任何保險，亦都不宜過分進取。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第38集嘅主角阿當呢？佢喺退休之前買嘅保險負擔過重，而覺得自己嘅財務狀況好有壓力，甚至有斷供嘅危機。所以買保險一定要量力而為，
保險供款最多唔好超過月收入嘅1成。不料點評7，臨近退休，投資要轉趨保守。片入面嘅主角話，退休之後適逢股市下跌，假設你年輕嘅時候投資響港股嘅指數基金，但係由2021年到2024年最近3年，由28,000點跌到14,000幾點，再到今日嘅17,000幾點，由高位下跌咗40%有多。大家想象到退休之前突然股災，導致退休金少咗40%嘅後果嗎？所以當臨近退休，投資要轉趨保守，同埋降低投資組合嘅風險。不料點評8，投資回報先後會影響退休。仲有一點要留意，就係投資回報嘅先後係會影響退休嘅。咩意思呢？假設你買入一個投資組合價值300萬，第1到第12年嘅回報由-25% 到正30% 不等，而你唔會由當中提取資金作為生活開支，咁樣回報高低嘅先後次序係冇分別嘅，因為都係乘數。圖中例子，左面嘅表係先賺後蝕，而右面嘅表係先蝕後賺。到咗第12年，最終嘅本利和同樣都係3388000蚊。但係假如你會響投資組合入邊提取資金作為生活開支，例如每年年中嘅時候提取30萬，情況就唔一樣啦。再睇下圖中嘅例子，左面嘅表係先賺後蝕，到第12年仍然有1199000蚊；右表係先蝕後賺，到第6年就已經唔足夠提取生活開支，玩完。再睇多2個唔同嘅例子，左表係蝕1年賺1年，到第10年就玩完；右邊個表賺1年蝕2年，到第6年就玩完啦。呢個對你退休嘅意義係啲乜嘢呢？比如坊間講美股30年平均回報8到10%，但係所謂嘅平均，有啲年份可能-30%，有啲年份可能正50%。如果退休之後需要生活費，而不幸你買入最初嗰幾年大跌，即使之後連續幾年大升都可能反文乏術。大家對股市嘅理解同埋投資方法唔同，而對於退咗休嘅我嚟講嘅啟發係，雖然美股30年嘅平均回報係8到10%，如果股市已經累計一定嘅升幅，有大跌嘅風險嘅話，我就寧願等大跌之後低位入市，因為大跌之後入市，再馬上大跌嘅機會就比較低。如果不問時機好壞入市，只係相信長期會升返，但係自己需要投資組合嘅資金生活嘅話，咁就未必能夠等到升返嗰一刻，將平均嘅回報拉返去8到10%咋啦。第3段係香港信託人公會主席劉家時嘅分享，大約59秒。退休要及早規劃，但幾時準備先至最好？香港信託人公會主席劉家時認為應該要由初出社會就開始準備。退休係一個旅程嚟嘅，所以唔好覺得退休係40年之後嘅事。好多人都會覺得係要30-40歲先去考慮，係錯嘅。其實 MPF 係為邊個係最好嘅？開始做呢啲人，因為你有咩？你要3-4年去儲啊嘛，你先儲到嗰300萬啊500萬啊嘛。如果你得10年儲，你可能要儲個amount要大好多噶嘛，然後先至到嗰300萬。喺退休最緊要係咩？保本啦，抗通脹啦，增值嘅資本嘅係咪？你諗下，如果通脹1.8年率化咗20年，但係你個回報係0.6嘅話，你而家買個菠蘿包有杯奶茶，我成日話同我退休，我都想飲杯菠蘿包，成日飲杯奶茶食個菠蘿包嘅，但我可能食得半個菠蘿包。你要關心啦，同埋自己要諗下，即係越早越好，越多越好，你就可以早啲退休。同埋你退休嗰陣時候，你真係可以無憂無慮。所以我永遠都係話自己承擔自己責任，咁做得到嘅嘢就去做，儲到錢就去儲。所以你自主嘅話，連退休金都要自主啦。不料點評9，退休之後唔好盲目追求資產增值。劉家時認為退休最重要嘅係保本、抗通脹同埋增值資本。大家一定要收睇第69集。1. 當中金句：守住本金，守住本金，守住本金。守住本金係任何時候都需要嘅。2. 增值資本。不料認為退休之後嘅主要目標唔係為資本增值，反而着重保本同埋被動收入回報嘅確定性。意思係可能股票市場平均嘅回報更高，資產增值嘅效果更好，但係確定性較低。相反，一啲產品例如年金、定期存款、債券等回報較低，但係確定性較高。向資產配置上，退休之後配置更多嘅資產向回報確定性高嘅工具更為合適，同埋唔使每日擔驚受怕，心情更加平穩。3. 關於通脹，不料認為佢講得好啱。
如果今日嘅退休收入僅僅足夠生活開支，10年、20年之後，好大可能因為通脹而變得唔足夠。大家一定要將通脹計算喺退休嘅規劃入面啦。不料點評10：盡早規劃同埋儲蓄。不料認為劉家時所講嘅非常啱，越早越好，越多越好，要自己承擔責任，盡量儲錢，退休金都要自主。好有意思，大家可以再重聽佢嘅一番說話。佢講嘅同不料第66集嘅主旨不謀而合，要重奪人生嘅時間嘅掌控權。方法係： 1. 盡量靠自己準備退休金，而且越早行動越好。 2. 做好理財投資。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就可以幫到更多嘅人。有興趣嘅話，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影片，全部精彩。感謝你睇到最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支持不料創作嘅善長仁翁可以俾我一個超級感謝。今集就到呢度，記住俾個 like、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下次見。